欢迎来到新闻频道。当您订阅频道时，演员们会很高兴。谭松韵不满剧本变大男主剧怒退剧组，刘浩存接棒被质疑扛不起史诗大作。在国产剧市场正处于激烈洗牌的当下，任何一部顶配制作的风吹草动，都会迅速成为舆论焦点。近日，由李路执导，改编自同名小说的年代情感剧《美顺与长生》，在尚未开机之前，因一场突如其来的换角事件，提前被推上风口浪尖。原定女主谭松韵的突然退出，掀起了巨大波澜。究其根本，并非所谓的档期冲突或外部压力，而是源自剧本在筹备阶段的核心偏移一部原本的大女主史诗，被生生改造成了大男主叙事。这一转变不仅触碰了谭松韵的职业底线，也折射出当下影视行业男女主失衡的长期矛盾。从期待到反转，一场因剧本而起的退场。美顺与长生原著小说是以刘美顺的视角展开，故事讲述了她与心智单纯的赵长生之间跨越数十年的人生羁绊与情感纠葛。本质上，它是一部浓烈的大女主作品，核心在于女性在时代变迁中的坚韧与担当。这恰恰是谭松韵渴望尝试的角色类型。近几年，她凭借《你比星光美丽》再度坐稳都市剧女王之位，但她显然不满足于停留在甜宠偶像剧的舒适区，她需要一个能承载深度与厚度的角色，来完成演员生涯的跃升。而刘美顺正是这样一个理想的突破口，一个普通却伟大的女性形象，跨越时代，充满生命力。然而，随着剧本的反复修改，叙事的重心逐渐倾斜，男主黄轩成为了制作方眼中的定海神针。刘美顺的故事逐步被弱化，最终走向为他铺垫的模式。对于谭松韵而言，这不仅是职业选择的问题，更是价值认同的冲突。他选择了果断转身，而不是在一个被架空的角色里消耗自己。正如一位业内人士所言，演员在某些时候比观众更清楚自己究竟在讲谁的故事。谭松韵的退出不是任性，而是清醒。黄轩的双刃剑效应，实力派的压舱石与剧本偏移。黄轩的实力无可否认，无论是推拿里的小马，还是《妖猫传》中的白居易，他都能在细腻与张狂之间自由切换，堪称中生代演员的代表人物。在美顺与长生中，他将挑战心智停留在孩童时期的赵长生。这个角色的难度极高，极易沦为脸谱化，也极易在演绎的当时成为金奖级的角色。对制作方而言，压住黄轩无疑是稳妥的商业选择，但问题在于，这种过度压注直接挤压了女主的存在感。本该是两人共同书写的人生史诗，却被改写为她的人生传奇，刘美顺沦为陪衬。这种剧本偏移，不仅伤害了谭松韵这样的演员选择，也让观众对最终成片的期待打了折扣。在国产剧历史上，类似的案例屡见不鲜。那年花开月正圆起初被宣传为孙俪的女主戏，但后期的剪辑却被批男主过重，大情妇更是被观众诟并为历史剧披皮的大男主爽文。制作方往往以商业考虑为由，却忘了观众最初爱上原著和题材的原因。刘浩存接棒，是救火还是冒险？谭松韵的退出，留给剧组的是迫在眉睫的难题。最终，他们选择了刘浩存来接棒。刘浩存的出道履历堪称高光，作为谋女郎，在张艺谋执导的《一秒钟悬崖之上》中亮相，其清纯形象一度让她被誉为新一代国民初恋。这次再度与黄轩合作，确实能迅速建立默契。然而，舆论的反应却异常冷淡，甚至带着质疑与担忧。国民度差距，谭松韵凭借《最好的我们》以家人之名、锦衣之下等多部爆款，积累了广泛的观众缘。
他亲和力强，跨越了年龄层次。而刘浩存虽有资源加持，却始终伴随负面争议，观众缘偏弱，表演经验不足。刘美顺是个时间跨度数十年的女性角色，需要演员既能演绎少女的纯真，也能驾驭中年的坚韧与厚重。相比之下，刘浩存尚处于表演探索期，能否撑起这种复杂角色，存在不小的疑问。市场信任危机，对观众来说，谭松韵加黄轩的组合是人气与实力的强强联合，而刘浩存的加入，则让人担心剧集质量与话题度出现降级。因此，网络上迅速出现了未播先衰的声音。女性角色的困境，从大女主到陪衬的无奈。更深层的讨论是，为什么大女主剧总是如此容易在制作过程中变形？从《甄嬛传》《芈月传》到《知否知否》，观众对大女主剧的热情始终高涨，因为她们展现了女性在命运与权力中的成长与抗争。然而，随着市场逐渐走向流量至上，不少制作方在明星配置和资本逻辑下，把原本的她的故事改写为她的传奇。这种趋势不仅削弱了女性角色的深度，也让女演员频频陷入花瓶化的陷阱。谭松韵的果断离开，恰好敲响了行业的警钟。观众真正期待的是独立而有力量的女性叙事，而不是一个又一个陪衬式女主。舆论启示：明星选择与观众预期的博弈。这场风波最终让美顺与长生陷入了两难。如果坚持男主为核心，观众会质疑剧本魔改，原著粉可能失望；如果重新调整，又面临黄轩的演技光环压制，如何平衡仍是难题。对于谭松韵而言，这次退场或许是一次短期失去，却是一次长期收获。他通过坚守，守住了演员的职业尊严。对于刘浩存来说，这既是机会，也是压力。他若能完成突破，或许能迎来事业新高，但如果表现不佳，也可能成为舆论新的靶心。观众的质疑，本质上并不是针对某位演员，而是针对整个行业的创作逻辑。在影视工业日益成熟的今天，尊重原著，尊重角色，尊重演员的选择，才是赢得口碑与市场的关键。谭松韵的怒退，不是意气用事，而是对角色的坚守；刘浩存的接棒，不是单纯的幸运，而是背负巨大考验。最终，美顺与长生能否成为又一部现象级作品，关键不在演员名单，而在制作方是否能真正理解观众的需求。观众要看的是完整真实的故事，而不是资本逻辑下的叙事歪斜。在这个流量与话题交织的时代，或许真正能让作品长久立住的，仍然是对故事的敬畏。